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解放軍嘅陸軍合成化旅，究竟佢嘅實力有幾咁強勁呢？究竟乜嘢叫做合成旅？相信大家睇一啲關於軍事嘅新聞報道，可能就會聽過。但係當中內裏嘅合成旅，佢嘅構成又係點樣？可能咧，大家都唔係太清楚㗎。有人就話到，一個解放軍嘅陸軍合成旅部隊，單攞一個出嚟稱嘅話，就已經喺實力上嚟講係等同於一個中型國家嘅整個陸軍嘅實力咁強㗎啦。究竟呢個講法有冇誇張？我哋現在解放軍嘅陸軍部隊有成80幾個呢啲咁嘅合成旅部隊，咁樣起飛咪等同中國陸軍係全世界第一陸軍？所有嘅呢啲答案，我哋轉頭翻嚟就會嚟到詳細咁介紹一下噶啦。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請大家做齊新潮文3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跟住落嚟就要講下我哋中國解放軍陸軍裏面近呢幾年從報道裏面咧都經常聽到一個字眼，但係咧就好少人會走去解構嘅。呢個字眼就係合成旅嘅呢一個編制啦。咁究竟乜嘢叫做合成旅？解放軍陸軍嘅合成旅究竟佢嘅實力有幾咁強勁？有人就話到啊，解放軍陸軍旗下29個重裝嘅合成旅，是但抽一個出嚟，單憑一個重型合成旅嘅實力，就等同於一個中型國家整個陸軍嘅實力，就用到咁樣嘅形容方法嚟到去形容合成旅部隊嘅實力嘅。咁究竟呢個講法又係咪正確呢？其實自從2015年開始，我哋中國人民解放軍咧就經過咗深度嘅軍改。呢個深度嘅軍改咧，就將原本我哋解放軍嘅編制重新再編一次，由原本我哋國家嘅7大軍區，亦即係瀋陽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鎮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以及係成都軍區，呢7大軍區就改組成為我哋而家熟知嘅5大戰區，亦即係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部戰區以及係中部戰區，就嚟到7合5嘅咁樣嘅改組方法呢，亦都令到原本解放軍陸軍18個威名赫赫嘅集團軍，而家經過改組以後呢，就調整成為13個陸軍嘅集團軍部隊嘅。經過咁樣嘅深度改革以後，甚至乎連承載住中國陸軍無數歷史榮耀嘅一啲番號咧，都成為咗過去式。例如係歷史上都赫赫有名嘅猛龍過江85師，以及係鐵軍127師，呢一啲編制咧已經改咗成為新型嘅陸軍合成旅啦。莫講話以上嘅嗰啲師啊，就算係以我所知非常之出名，有萬歲軍稱號嘅陸軍第38集團軍旗下嘅第112師咧，亦都改咗制，就成為咗由原本全亞洲嘅第一土豪師咧，就變成咗而家亞洲嘅第一土豪旅嘅。現今嚟講，中國上百萬之數嘅陸軍咧，已經完成咗深度嘅合成化改革啦。咁乜嘢叫做深度嘅合成化改革呢？首先喺呢度咧，為大家補一補啲基本知識先。從現代嘅軍事編制嚟講，全世界都係咁樣分呢一種制度噶啦。呢一種編制就係軍師旅團營連排班嘅編制嚟嘅，亦即係喺從前嚟講，軍師旅團營連排班，我哋都係會有相應嘅部隊番號嚟到擺喺我哋嘅軍隊編制入面嘅。但現在
解放軍陸軍咧已經放棄咗其中嘅兩個編制，亦即係師同埋團已經被放棄咁滯噶啦。咁當然啦，仲有一啲部隊咧係有嘅，但係呢啲只不過係一啲個別例子啫。具體嚟講咧，現在解放軍陸軍只係保留住軍旅營連排班呢5個制度嘅啫。咁軍就好容易明白啦，顧名思義就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就係集團軍嘅意思，亦即係我哋5大戰區入面13個王牌集團軍就分佈喺5大戰區入面嘅。咁從前喺未改組嘅時間，集團軍旗下咧就係 C 級嘅部隊啊嘛。現在咧已經係冇咗呢一個 C 級嘅部隊噶啦，只係保留咗喺西部地區，亦即係咧新疆或者西藏嗰啲獨立軍區入面咧，係仲有保留呢個 C 級嘅制度嘅啫。現在集團軍旗下嘅就已經係去到旅級嘅部隊啦，好明顯人數就比之前少咗好多，而名亦都改埋，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合成旅啦。之後喺旅嘅下一級部隊，從前嚟講咧就係團級嘅部隊，但係而家咧呢個制度亦都被取消，就一跳過咗呢個咁樣嘅編制，下一級咧就竟然係營級嘅部隊啦，而名亦都係同之前一樣，都係改埋嘅。而家營級嘅部隊咧就叫做合成營。咁究竟呢啲東西代表住咩意思呢？點解解放軍要取消 C 級同埋團級嘅部隊？其實都係為咗適應到現代戰場嘅變化而作出嘅改變嚟嘅。大家聽埋落去咧就知道點解噶啦。咁好啦，我哋都知道5大戰區入面咧就有13個王牌集團軍嘅，而集團軍下一級嘅部隊就係合成旅部隊啊嘛。咁究竟現在我哋解放軍有幾多個陸軍嘅合成旅部隊呢？答案就係喺13個王牌集團軍入面，就總共有84個合成旅嘅部隊。當中呢啲合成旅部隊咧，仲有分級數嘅。簡單啲嚟講，合成旅部隊咧，亦都分為重型合成旅部隊、中型合成旅部隊同埋快速嘅輕型合成旅部隊3個級別嘅。另外仲有專為兩棲作戰而應運而生嘅兩棲合成旅部隊，以及係專用到空降以及係空中突擊嚟到去做主要作戰模式嘅空中突擊旅部隊，加埋呢80多個嘅唔同類型嘅合成旅部隊，就係我哋解放軍陸軍嘅主力作戰部隊啦。全部加埋嘅所有合成旅呢，就總共有5400多輛嘅坦克、7200多輛嘅步兵戰車，以及係1萬多門嘅火炮嘅。憑住呢個咁嘅數目，其實我哋中國喺陸地方面呢，真係唔懼怕任何嘅對手嘅。咁當然啦，除咗呢啲混搭到唔同武裝裝備嘅合成旅部隊之外呢，仲有一啲專用嘅旅級部隊，例如係喺集團軍旗下嘅專用到嚟保護陸軍地面部隊，掩護佢哋免受飛機以及係巡航導彈空中目標所襲擊到嘅防空旅啦，亦都有部署喺集團軍旗下有武統神器之稱嘅超遠程火箭炮專屬嘅旅級部隊，咁就為到陸軍提供到成300至400公里以外嘅超遠程打擊能力嘅。以往嚟講呢，喺仲未有超遠程火箭炮誕生之前解放軍嘅陸軍呢係並不具備到攻擊喺幾百公里外目標嘅能力嘅，最多只係具備到攻擊距離自己70公里範圍嘅呢個數目嘅啫。咁當然啦，除咗呢啲陸上嘅裝備，現在我哋解放軍陸軍呢已經先進起上嚟啦。從前只係裝備到美軍部隊大量配備嘅直升機部隊而家我哋中國陸軍呢，呢啲集團軍級嘅陸上空中部隊呢，就裝備有100多架嘅直升機，就為到陸軍部隊作出空中嘅支援，以及係航空運輸、航空突擊而設嘅。從前嚟講，亦都係啦。我哋解放軍每個集團軍所配備到嘅直升機可以話少得可憐，但係現在尤其近呢幾年，呢個情況已經大大改善啦。所以真係唔係話誇張咁講句，只要我哋國家允許，一聲令下，中國陸軍咧其實隨時都可以喺我哋中國地圖上面去到開編一張新地圖、新領土嘅。呢個並非係誇張嘅講法。咁當然啦，我哋係唔會隨意咁做嘅。嗱，咁我哋大概知道咗而家解放軍陸軍嘅編制以後呢，我哋就可以再講深入啲、細緻啲咯。呢啲東西呢，
大家係好少喺出面聽到嘅，所以呢一集內容係對了解到我哋解放軍嘅編制十分之有用嘅。如果大家唔明嘅話呢，就可以聽多幾次。好啦，現在我哋就知道13個集團軍旗下嘅部隊呢，就由從前嘅 C 級部隊，而家呢就轉為旅級部隊，而當中整個中國陸軍嘅合成旅部隊呢，就有80多個。合成嘅意思即係話到呢啲旅級部隊係由唔同嘅單位組成嘅部隊咁嘅意思。當中我哋頭先講到啦，有重型、有中型、有輕型，唔同嘅合成旅部隊嘅，亦都有空中突擊合成部隊，以及係兩棲作戰嘅合成部隊。呢啲亦都統稱為合成旅嘅。頭先我哋講到啦，其實我哋解放軍每一個集團軍通常呢，佢喺旗下都會有6個呢啲咁嘅合成旅部隊嘅，而整個集團軍就有12個旅。除咗呢6個合成旅部隊之外呢，仲有頭先我哋講過會為整個集團軍做到唔同支援嘅部隊，例如專責防空嘅防空旅啦，頭先我哋提及到啦，仲有炮兵旅、航空旅、後勤支援旅、工兵嘅工程防化旅、特種作戰旅，加埋12個旅咧，就會成為咗一個集團軍噶啦。而其中呢12個旅入面，就以頭先我哋所講到嘅6個合成旅作為主力部隊、團頭部隊嘅。而點樣界定到呢啲合成旅部隊係屬於重型、中型定係輕型呢？其實都唔係咁難分嘅啫，一切都係睇佢嘅裝備就能夠分得出噶啦。我哋全軍30個重型合成旅之所以叫做重型，其實佢嘅主戰裝備呢，就係裝備一系列式嘅重型履帶車作為底盤嘅武器呢，就為之重型合成旅噶啦。例如係喺重型合成旅入面配備到99A 式主戰坦克或者96式主戰坦克呢一啲以履帶驅動作為作戰底盤嘅主戰坦克，就係重型合成旅所配備到嘅主力作戰武器。而同呢啲坦克車，再講一次，而同呢啲主戰坦克所配搭到嘅，同樣都係配備到履帶式嘅步兵戰車，例如係04A 式嘅步兵戰車啦，以及係86式步兵戰車，呢一啲咧都係主要以履帶驅動比較重型嘅作戰車輛嚟嘅。而其餘喺重型合成旅所見到嘅裝備呢，就例如有用履帶驅動嘅122毫米07式自行榴彈炮，以及係以履帶底盤所驅動到嘅10式122毫米自行火箭炮、09式嘅35毫米自行高炮、履帶底盤所配備到嘅防空導彈紅旗17，以及係履帶底盤所配合到嘅紅箭10反坦克導彈車等等嘅呢啲武器其實都係重型合成旅所標配到嘅裝備。大家就可以睇得出啦，因為主要以履帶驅動嘅作戰底盤，佢嘅越野性能係最好，而且佢係最重型嘅，所以基本上嚟講呢，重型合成旅其實代表住我哋陸軍野戰部隊最高水平，就係咁樣嘅意思啦。不過重型合成旅其實都有分級數嘅，點解咁樣分呢？由於我國係一個後來居上嘅國家，其實喺軍事上面亦都係一樣，所以尤其近呢10幾20年，我哋嘅進步速度咁快嘅時間就會造成咗有一啲部隊係首先係會獲得更新裝備嘅紅利先嘅，而另外有一啲部隊呢，仲沿用住一啲比較舊少少嘅裝備，例如係一啲舊少少嘅主戰坦克，或者係從經費上嚟講，我哋唔能夠喺現有足夠嘅軍費底下呢，嚟到將全軍嘅29個或者30個嘅重型合成旅呢，全部清一色換晒最昂貴嘅裝備嘅。總有一啲重型合成旅，佢係會比較，再講一次，總係會有一啲重型合成旅呢，佢係會裝備一啲比較價廉物美而性能高嘅裝備，亦即係性價比高嘅裝備，而唔係追求住最貴嘅裝備嘅。就例如有啲重型合成旅，佢所裝備到嘅坦克車唔係我哋最昂貴嘅99A 式主戰坦克，而退而求其次係會裝備比較廉價、性價比比較高嘅96式主戰坦克嘅。因此重型合成旅都分高中低檔次嘅，而全軍裝備住通常清一色都裝備住99A 主戰坦克加04A 式步兵戰車嘅重型合成旅，我哋會俾多一個名佢，就叫做頂級土豪旅，
或者叫做土豪旅嘅。好似咁樣嘅土豪旅部隊呢，我哋解放軍全軍只係得6支部隊，係成為真真正正嘅頂級土豪旅，啲裝備係裝備到最 top 嘅。以我格仔所知道，全軍嘅呢6支頂級土豪旅已經屬實得知嘅，就分別有位於西部戰區陸軍第76集團軍旗下嘅合成第62旅，駐地咧就係甘肅省嘅嘉峪關市，別稱又稱之為佛曉紅關旅嘅。而第2支我所知道嘅土豪旅部隊就係位於北部戰區陸軍第78集團軍旗下嘅合成第204旅，駐地就係吉林省嘅交河市，佢嘅綽號又稱之為長白徑旅。而第3支土豪旅，以我所知就係中部戰區陸軍第82集團軍下轄嘅合成第112旅，就係由之前嘅土豪師所改裝到嘅土豪旅，亦即係有萬歲軍之稱嘅頭先我哋喺片頭提及到嘅部隊所改裝而成嘅第112旅，佢嘅駐地咧就係河北省高碑店市嘅。好明顯呢一支部隊咧，應該就係用到嚟保護京師嘅。而第4支重裝合成旅嘅土豪旅咧，同樣都係位於中部戰區，就係由到陸軍第81集團軍下轄嘅合成第195旅，佢嘅駐地就係喺內蒙古自治區裏面嘅石林郭勒盟，綽號又稱草原狼啊！呢支部隊亦都有一個另外嘅身份嘅，就係喺我哋解放軍陸軍裏面嘅朱日和訓練基地裏面咧，專扮演敵人部隊嘅，亦即係扮演所謂嘅假想敵部隊，模仿一個比美軍更加強，被稱之為外星人級數嘅部隊，所以咧又稱之為藍軍旅。因為喺我哋中國軍隊嘅體系入面咧，紅軍係代表我哋自己，藍軍係代表敵人咁嘅意思，所以咧呢支部隊又稱之為藍軍旅就係咁解啦。佢專扮演敵人嘅角色嘅，已經前前後後擊敗咗好多我哋參與訓練嘅部隊，嚟間接令到解放軍整體嘅陸軍水平能夠得以提升嘅。咁大概就係呢6支大名鼎鼎嘅頂級土豪旅，就係別人所形容到一支咁樣嘅部隊就可以媲美到一啲中型國家整支陸軍嘅實力。咁究竟呢個講法係咪正確呢？頭先我哋就知道一個解放軍嘅重型合成旅，佢主要嘅裝備咧就係利帶式戰車為底盤嘅一啲作戰裝備嘅。以一個標準嘅裝備到最好層面武裝嘅合成旅嚟計，佢旗下咧就有112架99A 式嘅主戰坦克，128架04A 式嘅利帶步兵戰車，仲有佢嘅火炮部隊咧，仲有24門120毫米嘅自行迫擊炮，以及係27門122毫米嘅榴彈炮，9門嘅122毫米火箭炮，以及係9架嘅反坦克導彈車，自行高射炮18門，近程嘅野戰防空導彈車6，以及係偵察車18架嘅。而且喺真實作戰嘅環境入面，只需要打個電話就立即能夠得到集團軍入面嘅嗰啲陸航旅、炮兵旅嘅火力支援。而且喺佢嘅部隊入面，仲有專屬嘅紅旗17防空營，就專門負責到空中防禦嘅。呢啲紅旗17嘅防空導彈發射車，佢嘅造價仲要高達1.2億嘅人民幣。一架紅旗17嘅導彈發射車咧，就已經抵得上4架99A 式嘅主戰坦克咁貴啦。大家就可想而知究竟一個頂級版嘅土豪旅，佢究竟有幾咁強勁？咁與之對比嘅就係講到明話係等同一個中型國家嘅陸軍實力啊嘛。我哋就一於拎一個中型國家嚟去做對比，呢個國家呢，就係英國啦。嗱，英國當然有人話佢唔係一個中型國家啦，而係一個大國，因為話晒佢都係5常之一啊嘛。身為聯合國5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英國絕對唔係單單一個中型國家咁簡單。但係現在佢嘅陸軍編制咧，已經縮細到同一個中型國家差唔多啦。最近就有一單新聞就話到，英國而家咧就鬧坦克荒喎，喺全英國入面用到嚟做主戰陸軍嘅絕對主力挑戰者2型坦克咧，佢嘅數量已經得返237架左右咋。而且咁樣都唔係最大嘅噩夢喎，喺呢230多架嘅挑戰者2式重型坦克入面，當中具備到實戰能力，可以立即出動，亦即係話到保持完好嘅坦克，仲要只係得當中
230多架裏面嘅150幾架係能夠立即出動，保持良好嘅戰鬥力嘅啫。呢個已經係計到全英國能夠動用到嘅挑戰者2型坦克嘅數量啦。較早之前呢，仲要俾咗一啲挑戰者2型坦克烏仔嗰邊，雖然數量唔多，只係俾咗10幾架，但係對於英國咁緊張嘅坦克數量局勢嚟講啊，10幾架挑戰者2型嘅坦克俾咗烏仔嘅話呢，即係等於俾咗自己家當1/10俾到個烏仔噶啦。所以現在嚟講，整個英國只能夠調動到大概150架挑戰者2型嘅坦克。咁樣我哋再拍埋去一個重裝合成旅比較，我哋一個齊全嘅重裝合成旅係可以動用到112架99A 式嘅主戰坦克，再拉多128架步兵戰車，以及係頭先我哋所講到各種唔同類型嘅涵蓋到火炮、防空、遠程打擊、後勤支援、反坦克導彈等等嘅裝備嘅。單計主戰坦克嘅數量，我哋112架99A 式嘅主戰坦克，其實已經同英國150架挑戰者2型坦克嘅數量已經相差唔遠啦。難怪就會有人話到啊，解放軍喺80多個合成旅部隊裏面，單只係拉一個重裝備齊全嘅合成旅部隊，就等於一個中等國家整個陸軍嘅水平。咁樣嘅講法咧都有一定道理嘅。當然呢個講法唔多唔少都有誇大咗，但係都可以代表住一部分嘅事實嘅。如果單靠英國嘅150架挑戰者2型坦克走去挑戰我哋一個重裝嘅土豪旅，我相信後果唔需要多講啦，肯定就係由到英國陸軍敗陣呢一個結果嘅。再睇翻我哋另一個鄰國，位於我哋中國南邊，經常都會搞啲小事情，搞啲小風浪嘅越南。如果用到越南嚟到形容為中型國家，相信會比英國更加合適嘅。咁究竟越南嘅情況又點樣呢？越南現在嘅情況，佢大概咧就有1000輛坦克左右嘅，但係當中呢1000輛嘅坦克咧，有900多架都已經係相當之老舊，都係由到50年代至70年代所生產到嘅一啲 T54型坦克或者 T62型坦克呢一類型嘅戰車嘅。而整個越南陸軍最見得人嘅裝備就係喺2018年尾向到俄羅斯所購入到嘅64架比較新型嘅 T90S 型坦克，喺個代數嚟講呢，都係同到解放軍嘅99式坦克係屬於同一代第3代嘅坦克嚟嘅。先唔好理俄羅斯所買到俾越南嘅呢啲 T90S 坦克，其實就係一啲閹割版，就算連俄羅斯完整版嘅 T90 坦克，其實亦都係比我哋國家所使用到嘅99式坦克係差咁啲意思嘅。咁好啦，整個越南佢係屬於一個中型國家，只係裝備到64架稍為先進嘅 T90S 坦克嘅時間啊，其實亦即係證明咗越南佢先進坦克嘅數量，只不過係我哋整個重裝合成旅先進重型坦克數量嘅一半啫。咁當然佢仲有900多架50、60、70年代生產嘅坦克車，但係從呢個數字大家就可以睇到，究竟我哋一個重裝合成旅佢有幾咁厲害啦。尤其係裝備最好、最齊全嘅土豪級重裝合成旅，即使連美國陸軍佢哋咁財大氣粗，見到我哋嘅土豪級重裝合成旅，其實都係羨慕到流晒口水嘅。點解咁講呢？我哋陣間就會嚟到作為一個對比，大家就知點解噶啦。不過依我睇，我哋嘅頂級土豪旅嘅數量呢，其實都係唔夠多嘅，數量都係太少。現在我哋6支嘅頂級土豪旅，如果要對應到美國陸軍打算喺未來組建到10支滿編嘅裝甲旅級戰鬥隊嚟講呢，我哋必須要提高到我哋土豪旅嘅數量，先至能夠確保到我哋中國陸軍坐穩天下第一嘅呢個寶座嘅。現在美國陸軍已經組建咗7支咁樣嘅滿編裝甲旅級戰鬥隊噶啦，所以咧我哋亦都應該要盡快將我哋嘅土豪旅擴充到10支以上，以保持到我哋嘅競爭力嘅。咁好啦，大概講完重型合成旅嘅構成，我哋咧就嚟到講下中國陸軍嘅另一個型號嘅合成旅，亦即係頭先我哋提及到嘅中型合成旅啦。乜嘢叫做中型合成旅呢？中型合成旅其實意思就係同之前嘅重型合成旅喺呢個作戰車輛上面嘅底盤
就由利帶式嘅底盤為到主要裝備，就變成以輪式裝甲車作為底盤為到主要作戰裝備。當我哋嘅部隊以一啲8x8，亦即係8個轆嘅輪式裝甲車，或者係6x6 6個轆嘅輪式裝甲車輛作為主要武器嘅底盤嘅時間啊，呢個武器組合就係組成到我哋嘅中型合成旅嘅一個特徵啦。中型合成旅因為以8x8輪式裝甲車輛作為主要武器，所以咧佢都有個別稱嘅，通常就會叫佢哋做8大輪旅嘅。因為佢哋嘅車輛大概都係有8個大轆噶嘛。咁有啲咩武器裝備呢？中型合成旅通常會配備住作為重型坦克嘅代替品，就會配備住11式嘅105毫米輪式突擊炮嘅，亦都會配備到作為利帶式步兵戰車嘅代替品8x8嘅輪式步兵戰車。而火炮支援方面，亦都以122毫米輪式自行榴彈炮，以及係120毫米輪式迫擊炮作為到後方嘅火炮支援部隊嚟嘅。咁當然啦，喺防空支援方面呢，同樣都使用到紅旗7防空導彈車嘅，佢哋呢就會由利帶嘅底盤轉到為紅旗7B 嘅地對空導彈輪式戰車作為主力嘅防空裝備。基本上整個中型合成旅簡單啲講就係全部以中型輪式裝甲車作為底盤嘅一支合成旅部隊嚟嘅。其實佢嘅編制係等同於重型合成旅當中咧，都係有齊晒所有嘅功能嘅，而只不過係將啲利帶式底盤嘅車變咗做輪式裝甲車底盤嘅。所以有人就會話，解放軍嘅中型合成旅佢嘅構成呢，其實會唔會係等同參考於美國陸軍好出名嘅斯特拉克旅，裏面同樣都係以輪式裝甲車作為主力嘅喎？係咪摸住美國陸軍過嘅河而設立嘅部隊嚟嘅呢？某程度上咁樣講咧，都係有佢嘅道理嘅。因為自從喺近呢10幾20年嚟，美軍咧其實都係主要偏向打一啲治安戰為主嘅，就好少再有好似90年代初嘅海灣戰爭咁大型嘅戰事噶啦。由於作戰需要嘅關係，治安戰係偏向於輕裝甲以及係強調到機動性嘅，所以就由到輪式戰車作為代替坦克以及係傳統嘅利帶式步兵戰車，就成為咗佢剛性嘅作戰需求。不過如果話我哋只係直抄到美國陸軍嘅斯特拉克級中型作戰部隊嘅話咧，呢句說話咧就未免太過分啦。因為我哋解放軍嘅中型合成旅咧係有我哋自己獨有嘅作戰編制嘅。例如而家喺美軍嘅呢一啲美式嘅中型作戰部隊入面，佢嚟緊咧都會取消到呢啲輪式坦克嘅作戰編制嘅。取消咗輪式坦克之後，美軍就覺得佢哋只需要使用到反坦克導彈就能夠克制敵方嘅坦克部隊噶啦。而我哋中國陸軍嘅中型合成旅呢，從建構一開始就係為咗現代化大兵團作戰而組建嘅，尤其係強調反裝甲嘅能力。所以單憑呢一點，其實我哋同專打治安戰嘅美國陸軍嘅中型部隊咧，已經有住本質性嘅唔同啦。作為一個中型合成旅部隊，都要裝備到咁強嘅火力，可能同我哋中國陸軍傳統上被笑稱為火力不足恐懼症有關啦。目前我哋中型合成旅同樣地全個旅都係裝備住112架作為坦克車所使用到嘅11式輪式嘅突擊炮噶啦。嗱，雖然呢啲睇落去裝甲冇坦克咁勁，而喺呢啲輪式突擊炮嘅主炮嚟講咧，又好似冇傳統嘅主戰坦克咁強。但係其實咧，呢啲11式輪式突擊炮佢所裝備到嘅主炮咧，係同我哋嘅96A 型主戰坦克所裝備到嘅火控系統咧係相同嘅。佢唔單止擁有到自動跟蹤目標嘅能力，仲可以具備到喺移動中打擊移動目標嘅能力嘅。只不過喺個口徑上面，比起傳統嘅主戰坦克係細啲咁解嘅啫。雖然係細啲，但係佢都擁有到喺2000米嘅距離上面擊穿560毫米均質裝甲嘅呢一個能力㗎。所以佢嘅實際作戰能力咧，完全可以同一架輕型嘅坦克去到媲美嘅。112架11式輪式突擊炮就係佢嘅拳頭部隊啦，仲加上120架輪式嘅步兵戰車，就作為到伴隨
士兵嘅載具，做到人人都有車坐嘅呢個能力。由於我哋中國幅員太過遼闊啦，如果我哋全軍都用晒最重型嘅履帶式部隊，冇錯，雖然佢嘅火力夠晒強，但係如果論到機動性嘅話呢，肯定係唔及得上以輪式裝甲車輛為驅動嘅呢啲戰鬥部隊嘅。從前嚟講，我哋中國咧都好想去到解決呢個問題，但係由於我哋喺以前嚟講咧，只係有一啲6x6嘅輪式裝甲車，佢個底盤唔夠大，所以係唔能夠實現到全部嘅裝備都裝喺呢啲6x6得6個轆嘅輪式裝甲車輛上面嘅。但係自從我哋有咗8x8 8個轆嘅輪式裝甲戰車嘅底盤之後咧，就可以實現到基本所有武裝裝到上去呢啲輪式戰車嘅底盤，先至能夠實現到中型合成旅嘅呢一個部隊嘅啫。再加上而家我哋中國遍佈全國嘅公路網，就比起從前呢已經多咗好多，先進得多啦。因此而家呢，我哋中型合成旅能夠做到一日嘅時間之內奔襲上百公里呢，完全係輕而易舉嘅事。通常嚟講，喺實戰嘅時候，就會由到中型合成旅憑住佢嘅高機動性能，就搶先呢，就會先到達戰場作出部署先嘅。尤其喺大規模嘅陸戰入面，往往咧中型合成旅就會充當到先頭嘅部隊，搶佔呢個戰機先嘅。之後咧就會由到重型合成旅嚟到趕上中型合成旅嘅步伐。就喺中型合成旅已經搶佔先機嘅時候，就為到後續嘅重型合成旅贏得時間同埋戰場嘅優勢，再交棒俾重型合成旅作出重擊嘅。因為可能喺一啲火力點上面，中型合成旅未必夠威力去摧毀敵軍嘅一切。佢係一個講求速度同埋火力平衡嘅部隊。當前嚟講，中型合成旅仲有一點可以大力改進嘅，就係佢嘅全球部署能力啦。美國之所以要用到呢啲輪式戰車作為打暈全世界嘅主力拳頭部隊，除咗呢啲輪式戰車佢嘅機動性夠晒之外最緊要嘅一點就係美國可以憑住佢美國空軍強大嘅戰略投送能力，就令到呢啲比較輕型嘅部隊可以喺96個鐘頭入面，利用到運輸機裝住呢啲中型部隊咧，任意部署到全世界每一個地點嘅。而我哋嘅中型合成旅可能喺嚟緊呢，要達到呢個目標，都唔會好似從前咁遙不可及。分分鐘我哋喺未來10年都能夠做得到啦。點解呢？就係因為屬於我哋自己嘅國產重型運輸機運20已經成批咁生產緊，數量咧就已經突破咗100架啦。到時候我哋嘅中型合成旅同樣都可以坐住運20嘅呢個大型運輸機，就去到全球範圍內迅速部署嘅。呢一點就可以同到美軍相到媲美。而反觀，如果用運20嚟到運輸重型合成旅部隊嘅話，數量就會顯得相當之少。咁所以呢，中型合成旅的確有佢自身強勁嘅一面嘅。咁好啦，講完重型合成旅同埋中型合成旅之後呢，就嚟到講，既然有重有中，當然有輕型啦。輕型合成旅更加係以前我哋完全諗唔到嘅部隊嚟嘅，因為同中型合成旅一樣，從前嚟講，我哋係冇相應適合輕型部隊所使用到嘅戰車底盤嘅。咁呢啲輕型合成旅嘅戰車底盤又係以咩為主嘅呢？就係以我哋新一代猛士裝甲車為到底盤嘅，就係輕型合成旅主要嘅武裝裝備啦。所以輕型合成旅又稱之為猛士旅。全部嘅輕型合成旅嘅裝備咧，都係由猛士車族一系列嘅猛士唔同型號嘅輕型高機動合成部隊所組成嘅。由於佢嘅輕量化已經係去到咁樣嘅級別啦，所以佢比起中型合成旅嚟講咧，就更加靈活，但係相應地佢嘅防禦力就會進一步減弱噶咯。每一架猛士嘅裝甲車，佢最大嘅載重量咧，都係唔會超過4噸嘅。雖然佢非常之輕便機動，但係畢竟佢嘅載重量有限，所以相對嚟講，佢係缺乏攻堅嘅能力同埋反坦克嘅能力嘅。但係現在我哋第3代嘅猛士車都已經發展咗好多唔同嘅型號，去到盡量攞翻一個最好嘅平衡噶啦。而家我哋嘅3代猛士車真係可以話到咩改進型號都有嘅，既有反坦克導彈嘅發射型號，
亦都有啊。頭先我哋上述講到嘅120毫米迫擊炮嘅版本，再有嘅呢就係有火箭炮發射嘅版本、無人機車嘅發射版本、指揮車嘅版本，咁當然仲有普通嘅偵察、通訊同埋運兵嘅猛士車版本啦，甚至乎連架橋嘅猛士裝甲車都有喎，就可以完全話到啊，以猛士裝甲車為底盤嘅唔同型號都有相應嘅版本嚟到匹配到，好似重型合成旅同埋中型合成旅等等呢啲比較大型嘅底盤，都可以由到猛士裝甲車嚟到承擔呢啲重型作戰車輛嘅功能嘅。而呢啲輕型嘅合成旅部隊，佢係非常之適應到，尤其我哋中國南方嘅作戰環境嘅。猛士裝甲系列可以有效部署喺山地、水網，甚至乎係戈壁、山漠等等嘅呢啲地方咧，都可以部署。憑住呢一啲唔同級別、重型、中型、輕型嘅唔同配搭，我哋嘅陸軍部隊咧，開始由區域防禦型嘅部隊，已經慢慢轉型成為具備體系作戰、遠程機動、綜合突擊以及係信息化嘅部隊啦。而令人值得注意嘅就係除咗依80多個唔同新型嘅合成旅部隊之外我哋嘅西藏軍區同埋新疆軍區呢，就係比較獨立於我哋頭先所提及到嘅中國5大戰區而繼續存在嘅。頭先我哋就講到，我哋所有嘅師級部隊咧已經被旅級部隊所取代嘅啦嘛，但係新疆軍區咧現在仲擁有到4個合成師嘅野戰部隊嘅，雖然都係保留住師級嘅部隊，但係都已經變成合成師啦，亦即係佢嘅規模會比合成旅更加龐大，咁樣都係適應到當地嘅地理條件而設嘅啫。中國最後嘅4個師級部隊就位於新疆，而西藏方面呢，就擁有到幾支新型嘅專打高原山地而設到嘅山地合成旅。如果有睇過我之前嘅節目嘅話，駐守西藏嘅依幾支山地合成旅就要面對住我哋鄰國搞震嘅印度多達成20萬嘅部隊，成14個印度山地師咁多。當中我喺嗰集咧已經講述到點解我哋依幾支新型嘅山地合成旅已經可以夠頂得住印度佬嘅呢啲所謂山地師噶啦。其實我哋嘅山地合成旅，佢嘅原理都係同我哋上述所講到嘅重中輕型部隊係如出一轍嘅啫。新型嘅山地合成部隊，佢嘅主要車輛作戰底盤就係以我哋新一代山貓式嘅全地形車就為之山地合成旅嘅主要車輛作戰底盤嘅原理一樣，只不過玩到更加精細。呢啲咁細架嘅山貓全地形車，而家已經可以做到上反坦克導彈又得，上火箭炮又得，上迫擊炮、榴彈炮，甚至乎係多管式嘅防空火炮、作戰指揮、醫療、運輸部隊嘅車輛呢，整個山貓系列已經滿足到一個合成旅全部唔同嘅作戰需要噶啦。因此，隨住我哋嘅科技進步，先有咁多唔同類型嘅呢一類合成部隊應運而生，可以為到我哋唔同嘅戰場作出準備。反觀印度嗰邊呢，就冇呢一啲咁嘅裝備啦。咁當然啦，如果喺西藏方向只係單靠到咁小型嘅山貓全地形車輛作為對抗印度軍隊嘅全部，都係唔夠噶。我哋西部戰區嘅陸軍部隊都仲有一啲專為高原而設嘅合成旅部隊喺嗰度駐紮嘅，但係呢啲合成旅部隊所裝備到嘅主力坦克就會由我哋喺平原上面見到大架嘅嗰啲坦克呢，就會變成有高原黑炮之稱嘅15式輕型坦克，就圍到西藏高原嘅主力部隊嚟嘅。雖然15式輕型坦克佢嗰支主炮只係得105毫米，就絕對冇平原嘅嗰啲坦克125毫米嘅坦克炮口徑咁大，但係得益於我哋中國火炮嘅技術進步，15式輕型坦克喺發射到105毫米穿甲彈嘅時間佢嘅炮口初速亦都可以能夠有足夠嘅動力去擊穿2公里外555毫米厚嘅軍質裝甲嘅。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到15式新型嘅輕型坦克已經完全有能力正面對抗到印度陸軍向到俄羅斯所購入嘅 T90 戰車噶啦，又係呢架 T90，同越南一樣，印度亦都係購入到俄羅斯嘅 T90 作為佢
陸軍最強嘅主戰坦克使用嘅。而更加關鍵嘅就係15式新型嘅輕型坦克，佢配備住嘅柴油機咧係有2級增壓功能嘅，所以就能夠使到只有30多噸嘅15式輕型坦克可以喺海拔4至5千米嘅雪原高域上面跑出超過60公里嘅時速，而到喺平地嘅時間咧，15式坦克嘅最高速度甚至乎可以達到80公里每一個小時嘅。憑住咁敏捷嘅速度，我哋喺高原地帶用到15式嘅新型輕型坦克咧，係完全可以吊打到印度嘅 T90 型坦克嘅。到時候 T90 型坦克佢咁龐大嘅身軀，比較重嘅重量都仲未爬上山坡咋，可能我哋嘅15式新嘅輕型坦克咧，就已經喺西藏高原呢啲區域裏面擊中佢哋走埋佬 T90 都仲未回過神嚟啊！咁好啦，知道我哋嘅合成旅部隊大概有幾咁厲害之後，其實位於我哋解放軍嘅合成部隊入面呢，仲有一個更加細嘅單位係用到嚟可以獨立作戰嘅。呢個就係合成旅旗下嘅合成營啦。正如我頭先話齋，軍師旅團營連排班，旅級嘅部隊下一級理應就係團級嘅，但係團級已經俾我哋取消咗啦。所以旅級再下一步嘅就係營級嘅部隊，而不論係合成旅又好，合成營都好，合成嘅意思其實就係等同於有唔同軍種加埋嘅一個標準作戰單位，係可以用到嚟獨立作戰咁嘅意思。合成旅固之然厲害，因為喺咁多咁龐大嘅兵種加埋入面去到作戰，佢嘅編制咧大概係有6000多人嘅。但相反，合成營作為解放軍裏面最細嘅一個獨立作戰單位，佢嘅編制咧只係大概有800人左右啫。其實一個合成旅喺佢嘅旗下就有4個合成營，再加上一個炮兵營、一個防空嘅營、一個作戰支援營，再加上一個偵察營同埋一個勤務保障營，9個營部嘅部級咧就嚟到組成合成旅嘅。而合成旅就係我哋陸軍標準嘅一個作戰單位。而再細分嘅話，旗下嘅合成營就係更加小型，可以當佢係一種縮細版嘅合成旅咁樣睇就得噶啦。嗱，當然啦，合成營800幾人同合成旅嘅6000人數量同裝備上嚟講咧，當然係爭得遠。不過唔好睇佢麻雀雖小，但係五臟俱全噶喎。一個合成營佢嘅結構大概係咁嘅，整個合成營大概就有2個戰車連，合共28架坦克，佔到50人左右嘅。再嚟咧就有3個裝甲步兵連，配備住35架步兵戰車，或者係35架8大輪嘅輪式步兵戰車，就總共有步兵人數360人。然之後咧仲有一個火力連嘅，裏面咧就有6架自走嘅120毫米榴彈車炮，裏面咧大概就有50人左右。之後咧亦都有個作戰支援連，人數大概130人，涵蓋工兵、化學兵、偵察兵以及係醫務兵嘅。之後咧仲有一個作戰支援嘅保障營，裏面咧就有運輸、維修以及係炊事，亦即係煮嘢食咁解嘅車輛，裏面咧總人數大概就有140人，再加上合成營自己本身營部嘅指揮部就有40人，因此咧加埋咧就大概有820人。主戰嘅裝備包括28架坦克、35架步兵戰車、6架嘅自行榴彈炮，以及係80幾輛唔同類型嘅輔助車輛。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整個解放軍入面最細小可以獨立支援自己一個作戰嘅部隊嚟噶啦。咁當然啦，相比起整個合成旅成112架坦克、104架步兵戰車、24門嘅120毫米自行榴彈炮，再加上27門嘅122毫米榴彈炮、9門嘅122毫米火箭炮車、9輛嘅反坦克導彈車，以及係18門嘅高射炮，以及係6輛嘅近程野戰防空導彈車，同埋18輛嘅偵察車，再加上步兵人數總共2000人嚟計，可以話係冇得比嘅。咁當然啦，就係因為合成旅裏面旗下都有4個呢啲咁嘅合成營，再加上5個唔同嘅其他營部，因此咧個對比係咁大嘅。不過大家就可以睇到啦，當我哋拆細到呢啲軍隊咁細小嘅時間啊，喺800幾人入面都有齊晒
差唔多陸戰要有嘅元素嘅時間啦，就可以睇得出我哋嘅作戰模式就會比起從前下下都要動用到過1萬或者過幾千人嚟做單一嘅事情，係靈活得多嘅。呢個亦都係適應到現代戰場開始小型化、靈活化而作出到嘅一種軍事編制改變嘅需要而設嘅。其實我哋相比起美軍差唔多嘅編制嚟講咧，火力仲要更加強勁。例如就講到合成旅嘅部隊，頭先我哋都不斷聽到啦，係設有防空嘅導彈車以及係防空嘅自行高射機炮嘅。相反，美軍相似嘅編制就冇呢一啲專責防空嘅伴隨式車輛，喺佢哋嘅合成旅又好，合成營都好，都係冇呢啲裝備嘅。原因就係以美軍嘅角度嚟講，佢哋認為到啊，美國空軍強大嘅支援就足以令到可以保護到佢哋陸上嘅部隊。因此，如果喺緊急嘅情況底下，其實美國陸軍係完全暴露於空中嘅打擊之中嘅。萬一美國空軍唔能夠及時攞到制空權，或者係有一啲時間出現到制空權嘅漏洞嘅話，其實美國陸軍就會變得係毫無空中掩護噶啦。呢一方面，解放軍由於自認到喺空軍方面咧係暫時未能夠追得上擁有到美國空軍嘅水平，所以亦都好貼心地為到我哋嘅陸軍部隊配合到強大嘅防空伴隨式車輛嘅。而另外一方面，我哋喺火炮，尤其係喺一啲火箭炮嘅裝備上面，都配到上去合成旅嘅部隊，強大嘅後方火力支援，亦都係美軍相類似嘅部隊所唔能夠擁有嘅。美軍嘅後勤火炮咧，大概只係相等於我哋嘅50%左右嘅啫。雖然美軍喺某一啲陸上嘅火炮，佢嘅口徑會比我哋更加大，但係數量咧就遠低於我哋合成旅部隊嘅火炮數量，更加冇講到火箭炮啦。火箭炮呢一啲專職嘅裝備咧，係要上到美軍專職嘅一啲部隊先至能夠擁有嘅啫。因此，我哋合成旅相比美軍相似嘅合成旅部隊嚟講，喺防空同埋遠距離火炮打擊方面，我哋係有所領先嘅。而喺主戰坦克數目同埋步兵戰車數目嚟講呢，我哋亦都同到美軍做到差唔多嘅水平。其實美軍比起我哋嚟講呢，喺步兵戰車同埋主力坦克上面都仲要稍為略嫌少啲添。因此，我哋先至有信心咁講到美軍嘅一個相類似嘅合成化部隊、合成旅嘅部隊都未必夠我哋強，就係咁嘅意思啦。嗱，講咗咁多，讚到合成旅部隊天上有地下無，有咁厲害嘅時間，咁究竟合成旅部隊有啲咩嘢缺點？又喺未來有啲乜嘢係需要改進嘅呢？先講缺點先啦。由於合成旅部隊係配合到現在小型化、靈活化嘅戰事而設嘅，所以合成旅部隊如果遇上長期戰事，例如係好似俄烏戰爭呢一類嘅拉鋸戰嘅話呢，如果單靠一個旅去到某一個方向出擊嘅話，遇上時間一耐咗可能咧就會喺持續火力上面冇傳統用到一個 C 級嘅部隊咁好用。因為 C 級嘅部隊咧講起上嚟，整個師起碼都講緊都超過上萬人以上嘅。喺呢個時間長期拉鋸戰方面人多當然好辦事啦。其實要解決呢個方法唔係咁難嘅啫，只需要將2個合成旅加埋當一個師使用其實都可以有效解決到呢個問題。或者喺戰事打得耐嘅時間，再用到唔同嘅軍種調配咁就得噶啦。合成旅嘅精髓除咗快速同埋靈活，其實最緊要嘅就係用到大量嘅後勤支援嚟到支援前線嘅作戰士兵以及係裝甲車輛。其實呢個先至係合成化部隊嘅精髓。平均嚟講，當一個前線嘅士兵去到作戰嘅話，喺後方咧就有2至3名嘅後勤支援部隊成員嚟到支援呢名前線嘅作戰士兵嘅。呢一樣亦都係合成化部隊同從前嘅軍隊巨大嘅差異所在。所以我哋就可以睇到啦，喺上一屆嘅珠海航展上面，我哋甚至乎直接將整個合成旅唔同嘅部件嚟到去打包出售。一啲冇經驗或者係冇能力建設自己合成旅部隊嘅他國陸軍，其實只需要喺我哋珠海航展上面買齊晒唔同合成旅部隊嘅組成作戰部分，
就可以將我哋整個合成旅嘅裝備打包翻去佢哋自己國內嚟到打造自己嘅軍隊。呢一樣嘢亦都係喺世界上面首次出現嘅，能夠將整個合成旅打包賣翻去自己嘅國家。從前嚟講呢，係冇任何嘅呢啲先例嘅，呢個亦都係中國首創。咁當然喺未來嘅改進方面，隨住無人機喺戰場上面嘅大量使用，以及係資訊化、電池複雜嘅環境越嚟越多嘅呢啲場景出現嘅時候啊，合成旅部隊其實亦都要與時並進。喺嚟緊未來，我哋合成化嘅部隊就將會加設多一啲專用到嚟對付類似無人機巡飛彈呢一啲難以發現而有細小目標嘅呢啲反制手段嘅部隊呢，亦都會加入到去合成化部隊裏面，作為保護我軍陸軍部隊嘅新成員嚟嘅。咁當然仲有嘅就係，既然無人機同埋巡飛彈咁好用嘅時間嚟緊我哋嘅合成旅部隊又會唔會下屬一啲營級嘅部隊係專操縱住巡飛彈或者係無人機嘅呢？會唔會嚟緊有無人機營、巡飛彈營呢啲專屬嘅營級部隊，可能喺未來呢亦都可以加入到去嘅。咁當然啦，除咗無人機、巡飛彈以外，嚟緊中國陸軍仲有好多新式嘅無人化裝備，例如無人嘅坦克、戰車，甚至乎係偵察手段，例如一啲機械狗以及係用到嚟偵察以外嘅一啲運輸機械人，好多好多呢啲唔同時代嘅新時代裝備，其實亦都會加入到合成旅裏面，作為到為合成旅打造適應未來戰場嘅新裝備嘅。現在呢，我哋就有重型、輕型以及係中型嘅合成化部隊嘛。咁但係嚟緊仲會唔會有一啲講求住使用高度無人化裝備嘅合成化部隊呢？嗱，呢啲咧都係一啲未來嘅設想嚟嘅。因此一直善於喺戰爭入面、喺實戰裏面學習嘅中國陸軍，其實亦都冇將自己更新嘅步伐停落嚟。合成旅部隊又好，合成型部隊都好，喺未來一定會將合成化玩到爐火純青，嚟到尋求裝備與裝備之間不同嘅配合，嚟到打造一支由唔同裝備所配合到最佳黃金比例嘅部隊，就即將會喺中國繼續層出不窮地推出嚟㗎啦。相信呢一集都可以俾大家了解到，從來好少人或者喺網絡上面冇乜人關注到嘅陸軍傳統部隊，其實都係不斷咁更新，不再傳統㗎啦。咁當然啦，喺現代化嘅戰爭裏面，空軍、海軍甚至乎係空天嘅部隊，佢嘅矚目性當然比起陸軍係會嚟得更加強嘅，亦都比較吸流量。但係如果唔了解到地面陸戰嘅模式，其實大家係唔會真正了解到一場戰爭嘅構成嘅。所以希望通過呢一集，大家能夠更加有所了解到陸軍並唔係過時嘅部隊，相反未來嘅戰爭亦都離唔開陸軍。而現在陸軍改革嘅步伐，亦都係唔會比空軍、海軍以及係空天軍嘅部隊嚟得要慢嘅。至於喺嚟緊有啲乜嘢最新嘅裝備，咁就留待我哋呢一屆最新嘅珠海航展，我相信呢就一定有一個驚喜帶到俾大家嘅。到時記得留意格仔為大家繼續去持續更新報道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咧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一晚以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2日嘅行程。第2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
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窮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窮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窮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鶴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彝文化風情實景火繡劇嘅。呢個火繡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裏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繡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游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凌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1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后祠。武后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后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后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
沅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園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隋大柏。呢2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涉原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阆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
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依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噶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笪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窄巷子。喺呢度呢，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呢效果非常之出眾㗎。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呢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㗎。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
為期12日嘅旅程噶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噶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噶。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噶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請大家做齊新潮文3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